大家好，那在这一章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再来跑跑看哈，用这个空灯 programming 的方式来跑。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走这一个我们还是走什么呢？还是走这一个QSKit 哈。那如果各位同学有机会可以回去用那个 Composer 哈去试试看这样。首先我们就想办法要来产生Signal Gate 跟 X Gate 这样嘿。好了，先不管它了哈，所以它产生这两个 gate 这样嘿。那因为我们前面就是有那个量子纠缠的那个种种变化，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还是一样，我们这 import 怎么样？我们就说还是我们还是 import 怎么样？这一个空灯 circuit 嘿，然后我们 define 一个Doge function 嘿 ，case 的话就用 integer 来代表。那我们 integer 1、2、3、4，就刚刚看到 F1、F2、F3、F4 嘿，它就定义出这些整个 case 出来吼，整个 case 出来这样嘿。那这个 case 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怎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印出来哈，看看我们的刚刚看到的那个 gate。所以我就现在就进来跑一下了哈。跑一下的话，我没有先事先所以我还是反复再跑一遍给各位看嘿。那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我还是让它跑一下。所以我还是很偷懒，我还是用 Colab 去跑 IBM 的 solution 这样。那反正你们就觉得这个可行的话就比较简单，就可以用这样来测。好，所以这个是我因为这一节我只有一个演算一节在讲演算法嘿，所以我就把它丢到第 6.4 里头嘿。所以到时候你们这个下载程式码就可以到 6.4 里面去看这样嘿。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们就先跑了一下这样。那它还在跑，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拉到中间来，程式码再弄一个。所以我这个就把这整个程式码怎样把它当进来就我要定义那4个函数嘿。好，我就让它跑一下。好，我们就跑完了。那跑完可是我图要把它画出来啊，所以我就再把这一块把它拉出来。那其实你把它把它 merge 在上一个也可以嘿。我就画出来这样吼。那记得就这个就很简单就画出来的，非常简单就画出来了吼。好，那很简单画出来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拉开来看就是说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它表现的嘿。那表现的话就是说按照我们刚刚画的那个方法，我就要把整个它的一个 circuit 把它产生出来这样嘿，把它整个产生出来这样吼。所以那这个程式码你可以看到它产生它计算它的那个什么 function 的 number 的 qubits 减1这样嘿。那等于是 quantum circuit 它是 n+1 的 n 这样嘿。那就又在这个因为它宣告的那一个X 盖刚刚已经有我看一下刚刚有大致宣告一下。这个程式码有时候还是比较不好看我来看一下，就是说我最后我还是就拉出这个 circuit 出来。其实你也可以先用那个什么来拉你可以用那个composer 来拉这样因为我现在比较偷懒，我就大体把这个 idea 点出来给你们知道就好了所以我就没有再花更多时间去很细的把每一行指令都把它勒出来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先勒这一段，看看是不是可以产出我们要的那个 circuit 那各位再去琢磨一下这个 circuit 到底 O 不 OK。不错，就它产出就是这个 circuit 出来了那中间就是说有一个，那为什么这个 X 这在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原因就是因为它刚刚我们的网络设计的时候，是说这个进来是吧？我们刚刚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是 Q0 进来的什么样呢？它是对应什么？对应这一个0有没有？好，那 Q1 的话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对应的是1这样。但是一般传统的这个 circuit 的时候呢，这个都 default 的，它是0嘿，它是0这样，所以它用一个 NOT gate 让这边变成什么？变成是1这样嘿。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上面的接的图就是跟刚刚在 IBM 的那个上面所接的一模一样这样嘿好，那一模一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跑。那他想干嘛呢？他的原意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circuit 在上面有一个 circuit 在上面，所以我现在来跑一下我把那个整个怎么被我关掉了没有关掉嘿。所以我再把那个 code 把它当出来所以最后呢我就来检测一个至终
至终才能够达到，所以它这个要小技巧，就是说你们玩久了以后就很熟了哈。所以我等于说，我这个已经 circuit 建好了，所以我就为一个东西来测测看它，好，我来为一个东西来测测看它，这样来我就把它丢进去。那这个时候我就弄一个 F draw 那这个 F 就把它定成是function 3，我检查第3个 Q， 那第3个那这里就是我讲过说，当我忘了补这一行进去的时候，记得要补这一行，不补这一行的话，它就会印出来就那么丑，所以这个记得要再补一行，因为它这个 code 它本身是从那个什么那个 IBM 的那个空灯 lab 里面用 Qskit，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那个 lab 跟那个 composer 的一个做法，那我现在比较偷懒，在这里跑有没有？那当然有时候我会出作业，就叫强迫你们用那个 composer 去画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新再勒一次，那它就比较漂亮，所以整个就不会像刚刚那么丑，因为在IBM 的 solution 里面，它把这一个 MLP 的那个数学化的那些公式画图的公式，它把它 default 在系统的那一个后面，它已经装进去。可是，在 Colab 里面这一些程式码没有，你就必须这么写进去，这样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最后跑出来的结果，它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到那个讲义上就告诉我们说，它跑出这个 circuit 出来的时候呢，它是很简单的是一个 balance。那为什么跑这个东西出来？先就不去管它了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它像喂的哪一个进去，它喂第三个，那我们刚刚前面不是 F1 F2 F3 F4 吗？再复习一下前面我的 F1 F2 F3 F4， 所以它喂的这个 F3 进去以后呢，它得到结果就是它是一个 balance 是一个 balance， 所以我们这边看起来是算简单的简单，但是说中间那些设计的意涵要慢慢借由这几个人家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很棒的例子来怎么样感受这些概念就像说以前我们刚开始读演算法比如说以前刚开始读那个什么Tree-Traversal 没有先广后深先深后广那甚至要去读那个如何把 recursive 的演算法改成 non-recursive那个课本就会列出什么6到10条的法则让你去 follow。可是那个法则的话，如果说你用背的，那当然就是就非常的机械式。那最后你要慢慢弄懂那个6个法则或10个法则，它真正后面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讲过说，他这里在做的时候，就还是要看那个量子坍缩希望说那个坍缩到比较那个量子那个几率比较大的那个延伸态上面，就可以决定说最后的结果是落在哪里这样那我们这一章就第6章讲完那大概我们这整轮的这一个量子程式设计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时间限制所以我大概只有给了3个例子那再介绍一下 IBM 的这个制作环境。结果我最后还是跑到 Colab 来因为 Colab 的那个 Python 的 core， 也就是说我的 Python core 完全是从哪边来的？从这个 IBM 的那个空灯 lab 里面这个 Qskit 那边来的那整个的执行环境几乎差一点点而已，差那个 draw 什么一大堆而已但是 Colab 比较简单，就是它那个操作环境比较人性化所以这个大概各位同学就是说这边先引入门那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呢你们大概就可以在看更多的那个study那当然后续有机会我们会在网络上再 po 更多的 example 出来，那跟大家分享这样好，那我们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量子程式设计呢，就先到这边结束这样好。